重大消息就在9月30号，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承建的台海军首艘万吨级的2栖船坞运输舰玉山舰正式举行了服役仪式。下面大兵便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该舰。在续海号船坞登陆舰服役之后呢，台湾海军原本可以继续从美国采购退役的安克雷奇级2栖船坞运输登陆舰。不过，虽然该舰的吨位不低，但是它的总体性能依然处在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。至于美国海军最新的2万吨的圣安东尼奥级呢，必然是不会出售的。因此，台湾海军就提出了自造新一代的2栖船坞运输登陆舰的想法。其设计方案呢，类似于迷你版的圣安东尼奥级。这提议呢，随后就得到了台湾高层的支持，也就是之后的前舰国造计划。为此，台湾海军公布了一个庞大的未来12项造舰计划，里面涵盖了自造的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，功能包括2栖作战、搭载部队与物资支援外岛补给等。另外呢，还有舰载登陆艇、车辆和直升机，并且还有空间拿来容纳特定功能的货柜模组，从而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。其中，对于新自造的新一代2栖船坞运输舰，台湾海军的要求呢是能够搭载 AAV-7A1 2栖运输车和 LCM 登陆艇，拥有基本的防空自卫和防核生化能力，具备2栖登陆作战舰队的指挥能力等等。之后呢，将其命名为鸿运计划。在2016年3月18号，台湾海军司令部正式向外公布了新型2栖船坞运输舰技术服务案的招标公告，正式展开了下一代船坞运输舰的前置工作。不过呢，自从2017年首次公开招标开始，鸿运计划就先后经历了多达5次流标。期间呢，不是因为仅有一家企业投标，就是因为企业投标的文件不合规定，一直到第6次招标的时候呢，才终于由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得标，签署了一份总价值约46.35亿新台币的合同，计划建造数量为2艘。不同于之前的船坞登陆舰，这次台湾海军为玉山号安装了多种舰载武器，而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台湾规模最大的造船企业，此前呢就曾经为台海军建造了光华6号导弹艇、锦江级巡逻舰以及武夷号、磐石号2艘综合补给舰。其中磐石号的满载排水量是达到了20859吨，是台湾海军现役排水量最大的辅助舰艇。因此，对于2栖船坞运输登陆舰这一新舰种而言呢，该公司能借鉴在民用大型滚装船的设计建造经验。此外呢，还有消息曾传称，台湾海军得到了圣安东尼奥级的设计资料和图纸，所以玉山号的设计建造过程相对较为顺利。2019年4月举行开工典礼，2021年4月进行下水和命名仪式，到了今年的9月30号是正式进入台湾海军服役。虽然玉山号的满载排水量仅达到10695吨，只为圣安东尼奥级的一半，但是它安装的舰载武器却极为强大，包括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全自动舰炮、2座密集阵近防系统、2座海剑2型舰空导弹发射装置，以及2门 MK44 大毒蛇2型30毫米舰炮。其中海剑2型舰空导弹是由天剑2空导弹发展而来的，而不同的是，海剑2是加装了一具火箭助推器，使其极限射程达到了30公里。在玉山号上采用固定式倾斜发射箱发射。此外，玉山号的最高航速可以达到21.5节，以13节每小时的速度可以航行12500海里。舰尾设置有2座机库以及大面积的飞行甲板，能够搭载2架 UH-60M 黑鹰直升机，其舰体内部的车库和船坞能够容纳9辆 AAV-7A1 2栖装甲运输车、1辆 LVTH-6 2栖火力支援车、1艘 LCU 通用登陆艇、4艘 LCM 机械化登陆艇以及7辆悍马高机动轮式越野车，运输能力相当强悍。首先，大家要知道啊，船坞登陆舰是作为现代海军中重要的2栖作战力量。此类登陆舰呢，最大的特点是在于多用途，普遍设计有飞行甲板和直升机机库，同时也有坞舱和停放车辆的滚装甲板。这样不仅能够搭载各种直升机实施垂直登陆，还能通过坞舱搭载登陆艇，并用登陆艇将坦克、装甲车等重装备送上海滩。
而船坞登陆舰与两栖攻击舰最大的区别就是，船坞登陆舰依然是以传统的抢滩登陆为主要作战方式，所以能够比两栖攻击舰运送更多的重装备。而重装备的数量呢，往往会直接影响到登陆的成功率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船坞登陆舰在现代海军中有很重要的战术意义。除了战术意义之外，船坞登陆舰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，那就是便宜。由于其结构和大型滚装船类似，再加上属于二线舰艇，在作战时呢不需要冲在最前面，所以无论是配备的武器装备还是舰载雷达航电，都要比护卫舰、驱逐舰等主力舰艇差了不少，其建造成本相对低廉。也正是因为船坞登陆舰用途广泛且造价低廉，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竞相建造和装备这种大型军舰。根据此前台海军的说法，建造玉山号是为了方便向外岛投送兵力、运送补给，而台海军认为呢，一旦外岛遭到入侵，凭借玉山号搭载的部队也有实力重新夺回外岛。在玉山号建造完成之前呢，台海军的两栖舰队主要是由中正号、镇海号、旭海号3艘两栖船坞运输登陆舰，以及中和级、中海级坦克登陆舰组成。这些舰艇都是台湾之前从美国引进的。其中中正号和镇海号原为美海军在2战期间建造下水的卡萨格兰德级两栖船坞运输登陆舰。中正号原名康斯塔克号，美海军在1970年退役后封存，之后转售给台海军高雄船厂进行拆解。经过一番检查后呢，台湾海军认为康斯塔克号的状态还不错，于是就将其买下，并进行了全面的大修和改装，之后在1986年重新服役。而镇海号原名马里安堡号，属于康斯塔克号的姊妹舰。美国海军在1970年封存退役之后，在1977年被台军购入并重新服役。在设计上，中正号和镇海号都采用了开放式坞舱设计，满载排水量为9375吨，可以搭载3艘 LCU 或者8艘 LCM 登陆艇，极限航速为15.4节，安装有2座双联装和2座4联装40毫米舰炮，以及8挺12.7毫米机枪。虽然总体性能在2战后期来说呢还是很不错的，但到了21世纪就显得有些落后了。而且两舰的命运也相当悲惨。镇海号呢，在1998年出航时是突遇台风，船坞内固定坦克用的钢链断裂，导致坦克在舱内乱撞。次年，镇海号便宣布退役了。2001年被炸沉于海底，作为人工鱼礁。至于中正号，它的命运就更惨了，在2001年与运输危化品的巴拿马籍货船相撞，造成了约90吨二甲苯外泄的严重事故。而船首严重凹陷，后来呢，中正号是一直支撑到了2012年才退役。2015年也沦为了和镇海号一样的命运，成为了海底的人工鱼礁。至于旭海号，之前呢是美海军的安克雷奇级彭萨克拉号，与中正号和镇海号相比，旭海号算是晚辈了。始建于1968年，随后呢，在1969年正式服役，1999年退役后转售给台军，2000年是重新服役。该舰的满载排水量达到13700吨，是目前台湾海军吨位最大的战舰，极限航速可以达22节，能够以12节每小时的速度行驶14000海里，可以装载3艘 LCAC 气垫登陆艇以及2艘 LCU 通用登陆艇。最重要的是，该舰拥有飞行甲板，可以起降 UH-1 以及 SH-70 等直升机。不过呢，由于没有固定机库，所以不具备长期维护保养能力。而在舰载武器方面，旭海号安装有2座密集阵近防系统、4挺12.7毫米机枪、2门20毫米舰炮以及2门40毫米舰炮，火力呢只能说是中规中矩。而中和级原为美国海军新港级坦克登陆舰，目前呢共有2艘，分别是中和和中平号。前者为美国海军马尼托沃克号，后者则是原美国海军萨姆特号，都是在1970年服役，1993年退役的。后来呢，在1995年交给了台湾海军，并于1997年重新服役。两舰的满载排水量为8792吨，最高航速为20节，能够搭载23辆 AAV-7A1 两栖装甲运输车，是目前台湾海军的主力两栖战舰。至于中海级坦克登陆舰，
同中正号、镇海号一样呢，都是美国海军在2战期间建造，舰龄已经很高了。现役共有中舰、中启、中明、中叶等4艘。另外呢，还有1艘被改装为了高雄号2栖指挥舰。而台湾海军2栖舰队的主要使命，除了为了金门、马祖、东沙以及南沙群岛运输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运送台湾陆战队的人员装备，从而实施2栖登陆作战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呢，台海军陆战队与2栖舰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总结来说，玉山号2栖船坞运输舰在世界同类舰艇中呢，处于中上水平，其舰载武器要比同类同吨位更为强大。之后，随着2号舰建成服役，应该就会取代老旧的旭海号2栖船坞登陆舰。这样一来呢，台湾海军将继续保持2艘2栖船坞登陆舰和2艘中核级坦克登陆舰的配置。虽然2栖舰队规模比之以往有所缩减，但是技术水平有着较大的提高。